大家好，我移一下角度。大家好，我陈老师哈。那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直播哈。那我们看面会有一些广告，给大家不好意思，大家看两分钟的广告。那这广告就有一个有感而发，为什么呢？这广告一旦播出之后啊，我就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择日的生意有断崖式的下降。就说啊，大家就看老黄历啊，就知道了啊，就比较少来找老师做什么来做这个择日，这样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不会啊，好不好？这个感谢各位的照顾啊，这个也不至于到真砸自己的脚啊，就是便利各位啊，因为老师做这个的主要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说我要便利各位哦，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啊，你能够去使用我们的一个万年历啊，这万年历啊，看到吉凶、嫁娶、搬迁啊，种种的吉凶都在里面呢。就算呢你找我看，我也是得看我自己的万年历，然后去看你干支，我只是多一层的复查，看干支，还有看你的方位啊，这个就是20%的人会用到，80%其实用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哈，虽然我的业绩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是啊，只要大家能够便利就可以了啊！我说真的啦，大家能够便利就可以了。那八字盘呢，上礼拜三本来要更新了，但是我发现不美观哦，已经做好了，都完全做好了啊，这只是在做一些那个美术上的修正，那都完全做好了，好吧？那个新的八字盘呢，可以把它拉大拉小了，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啊，你不用再去找一些比较大的电脑或者比较大的 iPad 去看啊，你还要戴老花眼镜去看。不用哈，因为我也老花了，所以说我知道大家的痛苦，所以是说我就给你可以拉大拉小，这个都是比较完整的啊，包含的元天罡测骨歌，还有你的一些吉凶基本的用神啊，那些我都帮你算好了，好吗？好了，那这个礼拜哈，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我差点忘记这件事情了。我们后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季补运法会。那么呢，因为其实应该今天就要截止的了哈，但是我也忘记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弄书文，弄很多东西，结果我忘记把报名网站关停。那没关系，有报名的那老师还是接受。好，那现在还有人问老师可以报名，都可以报名，好吧？你现在都可以报名，报到我今天晚上12点就直播后3个小时，我就得把它关掉，因为那个书文弄好了，但是呢，就是还有人继续报名，所以我还是必须去弄。说12点之前呢，那各位还可以报名，那12点之后不好意思，那真来不及了，好吗？一些用品啊，有一些用品啊，你必须要先准备好那个位置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啊，那个位置我不能够凭空变出来，好，只能是说，OK，既然我接了，我就帮着各位去做，好，记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直接看到今天的主题哈，因为今天这个比较有趣啊，为什么呢？因为前2天啊，因为这次的连假就台湾的光复节，你知道吗？台湾光复节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有人说啊，那个是不是对岸啊，他也把它变成了他们的台湾光复节，那是不是我们被光复了？这个意思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当时老师听的也蛮下课的，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注意他们的一些讲话，其实不只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来去了解，这光复节啊，其实只是日本移交台湾的一个日子啊，它并不是说，你跟其他的统独之类什么关系啊？这基本上台湾光复节是一个稀松平常日子。要是没有放假，我告诉你啊，那个90后的啊，你大概都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节日了。大概95年之后的吧，你大概都不知道什么节日了，因为95年之后啊，我记得好像2000年00年后吧，应该是00后啊，就不知道什么是台湾光复节了，你知道吗？那是今年开始有放假，那之前的光复节是没有放假的，因为自从有周休2日开始之后啊，周休2日是什么时候？我念高中还念大学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取消了这个所谓的那些光辉10月的很多节日，那是今年才开始恢复到很多的节日了，不然以前是没有的啊，周休2日没有所谓的光辉10月，那现在才是特别的。那么呢，在这个状况之下，老师其实关心的并不是台湾光复节，而是在他们24中全会啊，他们之前在开这个全会啊，他们已经把这个统一进程啊纳入到他们的对岸，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其实这个意思是很明白的哈。其实，我们在公共媒体上面呢，我也不能讲太激进，但是呢，就老师个人的一个算命的啊，嘴巴这个实在是跑火车的啊，而且说混账话的一个人来看啊，那基本上他们已经把它纳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也就是说两岸的统一啊，基本上你是避无可避。啊，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给他统治呢？不是你为什么不为什么的问题，是人家要统治你，你有本事你去抵抗。我说真的啦，我的立场是很尊重其他同胞，你想抵抗你就去抵抗嘛，对不对？我这个垂垂老矣的人，头发都是靠染的，你看我这边这一圈都是白的，为什么？因为还没染。我这基本上都是白的，你知道吗？我头发基本上都是白的，就几乎都是全白的。所以是说啊，那个你叫我去打仗啊，我是男人，但是你要我去打仗啊，我有困难，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发现了，这个24中全会里面呢，他们把台湾统一啊，统一这个祖国统一、完全统一这个进程啊放进去之后啊，那么我们要看到他把台湾10月25号变成了他们的台湾光复节，那这个就变什么呢？这就他们要做出一个历史的一个算清洗吗？不对，应该叫做承接。叫做历史的承接，意思是什么呢？在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啊，我们没有亡国嘛，因为我们有领土，我们有百姓，我们有宪法，对不对？我们还有自己的货币，我们有任何的一切东西，身为国家的所有一切要件，我们都有了，是不是？但是就是没人承认我们，除了梵蒂冈之外，没有什么人承认我们。但是只要形成一个国家的所有元素我们都有，而我们也不是自己成立一个国家的，我们是这个都是在清朝之后就接了这中华民国，然后中华帝国，后面又是中华民国，对不对？中华帝国是谁？袁世凯啊，这个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哈。我们在中华民国两个中华民国之间呢，还有一个中华帝国啊，虽然才80几天的红线帝制啊，但是好歹人家也是称帝了好吗？它叫中华帝国好吗？这后面就有蔡锷讨袁护国军嘛。是不是？那还是这个状况，说中华民国还有2次啊，这临时政府，然后后来变成中华民国，袁世凯是第1任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啊。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啊，不是孙中山先生啊，也不是陈水扁，也不是李登辉，那叫做袁世凯，好吗？这历史你要搞懂啊。第1任的总统哦，正式的大总统叫做袁世凯。袁世凯后来自己推翻了自己，而建立了红线帝制，也就是中华帝国。这个是有名有姓中华帝国，只是呢他自己独立了，他自己成立了一个中华帝国，别人不服他，所以说会有那些讨袁护国军啊，孙中山又成立了讨袁护国军，然后呢各地军阀开始割据啊，然后开始翻涌，对不对？所以说呢。这第40项呢，这生我猿猴，拜我使我雕。其实这个名字很简单，生我猿者，使我雕，很简单。这个推背图我就跟各位讲了，中华民国第1任总统就是袁世凯，他不是猿猴，谁是猿猴呢？不要讲姓孙了哦，孙中山呢，他只是临时大总统，他不是正式的总统，那有差好不好？他就当了个临时大总统而已。你说中华民国历史上大总统第1任就是袁世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在一直演变到今啊，到现在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流亡政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首都被人家攻陷了，被那个反对党攻陷了，那改朝换代了，然后呢，我们就流亡到台湾来。那流亡到台湾来呢，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保留我们自己的制度呢？还是保留住了？因为我们金门823炮仗啊，我们打赢了，是不是很简单？对岸没有过来嘛。虽然我是看抖音啊，他们就觉得是说，他们打得极其惨烈，他们得到了多大的胜利啊？没有，你没过来，他妈没过来，你跟我他妈喊823炮战，你们那边的胜利是什么道理啊？是不是？你胜利你没打过来啊？是不是？你打过来才叫胜利啊？他妈没打过来，你跟我讲什么胜利？我他妈就敢这边这么讲，是不是？打过来才叫胜利，你没打过来，那你就要做没打过来，不能算输，但是你也没打过来，但是是我们这边胜利，因为我防守住了，你过不来嘛。是不是？单打双不打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因为毕竟老师在马祖当兵，很多事情我也都知道。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现在他们过去能不能统一台湾呢？老师当年呢，就是在台海危机第1次危机的时候我就自愿去当兵，我去市公所当兵，这故事讲过了，然后我就跑去马祖第1线去守卫，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打得过来吗？打不过来的，打不过来，他们那时候还是歼4、歼5、歼6的飞机在飞，这个多久以前的歌就知道了。是不是在那个状况之下他们就是没办法过来台湾，但是他们现在兵精粮足，对不对？这兵精又粮足，然后呢，你的将士用命，你说他能不能打过来？不能，为什么？因为国际环境是很重要的。你这个说真的了，国际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件，但是问题是国际环境现在不好啊，对不对？能够来去保护我们的那个美利坚爷爷，对不对？他自己自身难保，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为什么自身难保。是不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川普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叫做台湾是美国的一颗苹果。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台湾真的是苹果，意思是说，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讲这句话意思就很简单，他明明就知道台湾是一个对中国很有用的，他现在把台湾拿出来，那么就有可能把台湾当成筹码之一去跟中国交易。但中国会不会交易呢？台面上是不会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理论去讲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土是不可交易的对象，所以说呢，明面怎么跟他讲，他都说台湾是不能够被交易，就是他们的，所以说这个台面上真不能讲。那台面下呢，会不会在这次吉隆坡上里面去讲呢？也不会。吉隆坡的内容这2天还在开嘛，明天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会议程了，对不对？会不会在这边讲台湾问题呢？会讲，但是讲不多。讲不多，因为他们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开放性的一个沟通，意思就是说呢，我在会议上把我爽跟不爽我他妈都讲出来了，你要不要听的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爽跟不爽我都要跟你讲，
对不对？那我们不一定要对我们讲出来的话达成协议，我们只要其他部分达成协议就可以了。但是我该讲的我还是跟你讲，你得回去转达。因为外交谈判就是这个样子嘛，下面去占个七荤八素，然后后面的给递延到上面去，到上面去做决定跟消化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啊，就变成是说24中全会已经决定是说台湾哦，那这个地方统一是必然的。那这几天呢、啊，在抖音上面我也去观察到很多哦，开始宣扬的是说弯弯回家吧。哎，那就说你该回来了，差什么地方呢？哎，差就差一条水沟，就差一个海峡而已啊，就可以回归了。那他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利？事实上是有利的。因为东部战区啊，在这个前2天呢、啊，在金门他在做演习的时候，东部战区立刻就开始回应式的演习。哎，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各位，你不要觉得是说中共大家跟台湾啊各打各的，对不对？宣示一下自己的防卫力量，这没有事啊。我告诉你，谁哪一边啊，无论中国或台湾，哪一边的炮弹掉到对方的那个基因里面，那他妈就是大事了，好不好？哎，这个是大事，各位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情是随时有眼而战，好，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不正常啊，你这不正常，而且他设定把它拍出来了啊，满天炮火。老师以前在那个马祖的时候啊，是见过那种满天炮火的，而不是真的打仗啊。我去当兵的时候已经没有打仗了，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靶子飞到天上去啊，然后那个枪林弹雨就往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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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对那个标靶打。哦，那个我在战地当兵，所以我真的是见过漫天炮火这件事情。那这是我在干嘛呢？哎，买了一个偷买回来的二锅头在那边喝，在马祖啊，你买到了酒都是大陆酒，你知道吗？当年啊，当年现在一定没有了啊，现在保密防谍很严重了，好不好？过去了，好像几10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嘿，那个时买到酒都是红星二锅头，我操，红星二锅头。我在想说，这个酒不是我们台湾产的吧？台湾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就小小瓶的，你知道吗？就像那种迷你罐的那个可乐样子啊，玻璃瓶，哎，有玻璃瓶的，然后还有那个扁的那种二锅头，喝起来有够呛的。说真的，我真的觉得不好喝，那只是别人在喝，我就拿蹭一瓶来喝，但是真的是不好，我个人觉得不好喝，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喝酒，年轻的时候这样，老的时候就不喝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哦，他们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所谓东部战区的演训、登陆的作战，甚至他们把机械狗亮相出来，那么就一定代表他们要动手吗？也不会哦，说真的也不会，说真的也不会。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个宣示性，向百姓开始宣示，是说我们已经要开始进攻了，包含电视剧也开始了。所以说你不要小看他们拍的电视剧啊，他们每一个电视剧都是酝酿很久的。比如说就像什么呢？那个731电影啊，731电影它炒几年？说真的炒了1年，你知道吗？那个731电影啊，它炒1年，最后在什么时候上映呢？在918上映，对不对？918事变嘛，918上映。所以说他们所做的任何一切啊，都是由政府啊，他去慢慢去带风向，慢慢的去让你了解，慢慢的去让你去接受这件事情即将要发生。为什么？你要各位了解到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华民族啊的政治学上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什么？叫做牧民，就是你的百姓啊，要像管畜生一样的去管，那叫牧民啊，就是信仰你这些百姓。但信仰这些百姓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怎么样？你就必须让他习惯听到你的口号是什么，对不对？无论你是放羊啊、放马啊、放驴啊、放牛啊，都是一样哦，都会放一些，还有放野鸭子也是一样哦，你都必须给他们一些信号啊、让这些鸡鸭牛鹅羊啊开始顺那个信号的去运行。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看到蒙古草原上面啊，那个牧马人员啊，就吹着口哨，然后挥的那个东西，像西部牛仔也是一样。哦，他们就有技巧性的去赶羊，甚至呢，他们会制定出一个草原上公定的一个口号啊，吹什么口哨，羊就怎么跑，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有特色的。所以说，百姓跟牲畜是一样的，那是需要管理的。这有没有看不起百姓的意思呢？也没有啊，这个是一个政治哲学，百姓嘛。本来就像蓟麻一样，就像那个一个什么农作物一样啊，你要照顾它，你要让它有阳光、空气跟水，而且呢，你还要让它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你让它吃不饱、穿得暖，那很简单，对不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对不对？那就出来了，是不是？那就出来了，那这拜火教都要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变成是说，他们现在释放这些所有的戏剧，比如说像乌石将军啊，对台湾来讲，他叫叛国贼。哎，我在这边我还是这么讲啊，那个什么乌石还是什么石将军，演得很悲壮。那么你们讲的对岸讲的都是英雄，对你们来讲是英雄，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他妈他是叛将，对不对？是汉奸，对不对？是吃里扒外走狗，对不对？他也是拿我们钱包去卖啊。我这样讲他没有错啊，没有错哦，我不是什么都站在对岸立场，没有错的。那么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该是他错就是他错，他是间谍，他吃台湾米喝台湾水，享受台湾的经济发达，拿了台湾中华民国的薪俸，然后你他妈的去搞间谍活动，对不对？处死你不是应该吗？应该的，那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任何的间谍都要被处死，当然就是处死。
没有什么英雄的，007被抓到也一次得处死啊，对不对？那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说啊，像这个第5中队啊，或者各种状况啊，他们去颠覆去作战，那到现在我相信他们的成效颇丰。他们成效非常好，你知道吗？他成效非常好，哎，等于说他们谍报工作做得很行。我的妈呀！哦，像我们某党里面，就他们的秘书处啊什么的，抓到几10个，他们都是所谓的共谍啊，这个其实都是现实有发生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对方已经在做这个媒体宣导，然后呢，这个戏剧的去植入民心，然后呢，他军备也让大家去不断去广宣，都知道，包括厦门公安，他也在抬那个什么台湾弯掉的管子啊，台湾啊回家，对不对？管子弯了怎么办？台湾回家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事情还是避无可避。我们能够做好是什么呢？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好吧？这个老师管不了天下大事啊，我他妈就是一个算命的，我只能跟你讲，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呢？你就不要再去扩张，不要去买房，不要去买车，除非你真的需要，那你买最便宜的啊，最便宜的房子你买了不要装潢，你就是直接实批，然后你去那个毛坯屋粉刷一下，对不对？然后管线包一包就好，你不要去大众这个大众这个什么土木，然后把它装的美轮美奂。啊，那个是没有用的啊！美轮美奂的房子你也住不了20年了。说真的，不是台湾不稳定的问题啊，是现在我实在告诉你，你买房子装潢那么漂亮都是没有用的，这样好像砸到装潢人的一个的饭碗。然后但是反正我也过气了，没事哦，因为你装那么好，你10年之后它就旧了，旧了之后你想说啊，我装了那么多钱，我再卖了之后可以把它加价，不行好吗？我不是买你装潢的，有本事你卖10批给我，卖毛坯给我，然后我便宜一点就好了。我干嘛买你的装潢？没有意义嘛，对不对？说装潢是一个最没用的东西，这个房子里面啊，比电视柜还没有用的就是装潢，好吧？装潢那个是的确是真的是不咋需要的，懂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理解啊，那个四中全会它跟要对我们有用的就是什么？就是台湾问题，它要解决。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我认为啊，还是一样啊，在2029年之前呢，它必然会解决台湾问题。啊，这个我在10年前、6年前讲过的，对不对？前5年、后5年，现在剩3年嘛，是不是？算假装这是2026年了啊，其实是2025年，还有4年呢，3年半的时间，台湾问题必然会要解决，然后这对我们很重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上礼拜也看到，那国民党的新的党主席郑丽文嘛，那有人就说，哎，郑丽文竟然接到习近平来的贺电。哎呀，他是不是通共啊？哎，我真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去讲哦，各位。我们要去理解这个中国的那个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直以来啊，它都是会有一些贺电出来的。比如说2005年胡锦涛啊就有去给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给他贺电。哦，马英九第一次当党主席的时候，胡锦涛有给他贺电，对不对？但是在后面啊，在后面2009年的时候啊，因为形势不是很好，所以说呢，那个共产党委员啊，只有用委员会的方法啊去致电那个国民党中央主席马英九啊，这主席对主席之间啊，就不是说总书记啊对这个当选人，而是变成他们委员会对委员会。那在2015年的时候啊，朱立伦他当选第一次党主席的时候啊，他也是由习近平去给他发贺电的。那2017年啊，也是给那个救火的吴敦义啊，那时候选举嘛，救火的吴敦义，然后来也给他去发一个贺电。那现在呢，2025年啊，那他就给这个郑立伟发了贺电。其实这个东西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只是国共内战状况之下，互相的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地方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说各位不要太去看这个所谓的贺电的事情会有怎么样严重，好吗？好，那我现在看看各位什么问题了，不然我们接下来讲到比较重要的地方哈，炮战副菜刀。川普说两岸和平统一啊，这个智库德兰德公司啊，这个我知道，但是呢，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啊，兰德公司那个身份比较特殊。红星二锅头可食用酒精，我也这么认为，我这真的很难喝，我真的觉得它很难喝。啊，四中全会啊，这个今天比较不是重点，我们后面还有人要讲。现在想要将农林渔矿之类的资产国有资产证券化，是想盘活国内经济吗？当然是盘活国内经济，也就是他们把自己的手上的这些国产的东西啊，变成一个可弹性化的一个变化，好吗？房贷是慢慢还好，还是快点还好，还是接着再增贷？再增贷，你的房子值多少钱？这是重点，好吗？这我个人的意见啦，好吧？不代表是整个趋势的哦。你要看你自己的房子值多少钱。如果你房子值2000万，那你现在只剩下1000万，那你慢慢还或者一次还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是这么觉得啦。
那如果你是有信贷的状况之下，信贷能够先还完就先还完，但是房贷啊，因为如果你的总共已经还一半了啊，就是你2000万房子已经还了1000万了，然后或者只剩下1000万了，那可以不要着急，那可以不要着急。那你在增贷的意义就是在于是说，哎，你是不是把钱贷出来，然后呢，把放身上，然后哪天打仗了，我身上有现金，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要这么想的话，那后面会有争议，因为后面的金融稳定那是我想的啊，是不是真的稳定我不知道。如果它换成另外一种币值，那你让你把这个账写的乱七八糟，到最后本来你剩下1000万，然后他叫你还5000万，因为币值变了，汇率变了，巴拉巴拉的，银行说什么我也没有管不着，是不是？或是临时区政府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要还起来，是不是就有一点压力在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最好的状况，我只能建议各位了房子的部分，我给各位最好的建议是什么？你要考虑到台湾现在是生不如死，就是出生率啊，是怎么样？是低过你的死亡率的。你未来在30年之内啊，那个台湾人口可能会跌破2000万。30年内跌破2000万，那么你以为30年后你可以把房子卖掉，然后买新房吗？那人口都已经减少了，你就少300万人了，那还是在正常发挥之下，是减少这么多人。如果因为战争大家对台湾失望了，我告诉你，台湾人啊，那个买个机票就溜的这个举动啊，你不要去怀疑啊，台湾人很厉害的，有钱的买个机票人就溜了。溜到哪里都一样，反正他就会溜了，有去往越南溜了，或远泰国溜了，溜到中国去啊，溜到那个加拿大去，溜到澳洲去，溜到夏威夷去，到处都可以溜。那个时候你房子谁买呢？对不对？你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还有各位，你要去有个重点，你要去观察。你说喂，30年太远了，老师我看近一点，台湾房地产的发展，我就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去调查台湾每一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有多少人。你要能够观察出这个来，你就能够看出台湾未来经济跟不动产的发展。台湾的每一年的这样子考大学的人，假设是10万人，那这10万人出来之后，他要多久可以买房子？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他如果出来就只有10万人，那么就只有未来的10年之内，最多你就有10万个需求，这是最多。那实际上会不会这么多？不会，因为夫妻只买一间。对，你不要说他们毕业之后不结婚嘛，就是夫妻只买一间，那就是5万个需求，5万个房子你觉得台湾还缺吗？不缺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有投资很多套房的，我觉得现在能够出手的，你尽快出手，把它换成现金拿去买黄金都行，现货黄金条块那个现货，或者买台湾银行那个什么黄金存折，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因为你就算你黄金拿不出来，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换成钱嘛，对不对？那个没所谓的事情。那么这个状况我们就要去理解是说，你既然没有这么多大学生，你就没有这么多的消费，那你多余的房子你卖掉是不是最合适的？那就明白了吧？这个是不是明摆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个需求，你有现金的是最实在的。所以现在投资房地产的，想要给孩子未来准备好一个房子的，你这个人就是愚蠢啊！我讲很明白，就是愚蠢，你看不清楚趋势。不要跟我讲我很有钱，我多买一间囤着以后变资产，不会变资产，它只会负债。就像以前的中国的同胞，我跟他讲，你一定会泡沫化，他不信，老师你不懂，我不懂。现在得4折、3折、2折的房子都有，你信不信？2折的房子都有，你要买，你真的买得到。我告诉你，你看我这个房子，我住这个房子，那个之前我看路边那个老头跟他聊天，倒垃圾聊天的时候啊，他说他现在这个房子手上房子值2000万。2000万啊，2000万等于多少呢？500万人民币啊！我500万人民币，我不买上海，我买你妈的台湾深坑那个安坑区干什么？我头壳坏掉啊，对不对？500万我放在上海，我可能还只需要，或者只需要花200万人民币，我就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了，是不是？还买到什么静安区，对不对？不要买到太偏远的，静安也可以，是不是？那你说在福州或其他地方，那你开玩笑，那房子买的可大了，我买这个40年的老房子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个就人你会这么想，我会这么想，别人也会这么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有钱，我为什么不换个地方花更愉快？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如果政界有遇到百姓应该如何自处，就是该干点什么干什么。你只要准备好你自己的现金，那个就基本上大事情是没有的。因为安民啊，是永远是在中国比较有为的政府啊，他们改朝换代的时候第一个维持的就是安民2个字。因为看到香港，我们就知道安民这2个字很重要。对不对？香港它有没有那些暴乱事件？有啊，中共管不管？不管啊。对，放在你那边，你自己活不下去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只要顾好自己，你就没事，你不要去参与什么奇怪的活动，那就完蛋了，好吗？内地这样是化债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哈。内地这样是化债哈，他要盘活他自己的经济，这个是一个现实，好吗？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整个台湾的状况啊，其实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讲，那简直是噩梦。
我们看到我们的于将军他也改了口风嘛，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同学这么多，他自己也知道，现在整个状况啊，其实改朝换代的时间呢是非常逼近的啊。就我说个实在话，就算是明天都不夸张。就算是明天都不夸张，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讲到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委内瑞拉。来，我们现在讲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啊，在那个美国啊，他派了军舰过去，而且打造他一个所谓的一个贩毒的船。但是呢，委内瑞拉他已经训练了100万民兵，但是我们也说过，这两个国家啊，它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相提抗衡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不进军呢？像打那个什么那个格拉费一样，对，把那个委内瑞拉当孙子打就好了，都是你那个坦克一过去，你的特种兵一进去，以1敌不是敌10啊。美军啊，我说白了吧，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民兵来讲，他以1敌100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打不进来，你打不伤他，是不是？他有防御的机制，那你他妈的民兵是肉身啊，你肉身你怎么跟他打？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去跟他打，是不是？所以说，基本上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委内瑞拉基本上是一个很软的一个战场。但是为什么？就很简单，他为什么不打？为什么不打？就很简单，因为你打下去就只能去陷入一个长期的战争。长期战争是什么呢？你就必须请进了数万民兵、数万的一个军队，还有非常高额的军费，你要去支持他去打委内瑞拉的战场，因为委内瑞拉的战场它并不是一个说他们民兵很软，但是它的土地很好征服的地方，因为它2/3的国土是高山，你知道吗？丘陵高山，它是一个非常能够打游击战的地方。那既然这么容易打游击战，那么民兵在这个地方它有掩体的时候，你打不到它，你一个变成换100，变成是说一个可能只能换5个到10个，那它有100万民兵。那你打他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什么样？你就必须阵地，一直不断的慢慢推进。那么你就会打个经年旷日，而且非常费钱的一个战争。你委内瑞拉战争一打，你没有打个3年5年，你根本打不出什么战果来，因为人家港口被你占了，很多地方被你占了，但是民兵躲到山区里去了，你要去扫荡他吗？有这么容易吗？如果这么容易，塞德克巴莱就早就被干掉了，是不是？就没办法，因为台湾都是山丘地嘛，是不是？那个什么塔利班，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不好打，你只能守住那个首都之外，你其他地方你打不到。所以说，你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去让美军去完全去征服委内瑞拉，那么基本上是可以的，就看他愿意花多少钱跟花多少时间。阿富汗花了10年，委内瑞拉花个5年不过分吧？3年也不过分吧？是不是？再怎么样，你得花个2年吧？是不是？那2年的时间，那么请问一下，美国的国债要到什么地方来？那个就是很难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是说，美国已经把这个引信点燃了，对不对？你现在打还是不打？你不打就被其他人看扁是什么？1、2、3、4、5，对不对？川普纸老虎，你敢讲你不敢打，是不是？你在外面打一艘船之后你就撤兵，那你面子往哪摆？但是你打了，那美国国力就拖垮了，因为美国现在连一场战争他都没有能力去经营。你说他如果打到这个什么在那个加沙走廊那边去打这些伊斯兰的激进组织，他可以，对哈马斯他可以，为什么？因为哈马斯他不是国家，哈马斯它是一个民兵组织，你去炸它60%，剩下60%的隧道，这个东西打完就可以跑了，它不需要经略，它不需要去建立阵地，它不是说不能建立阵地，就是它的阵地是临时性的，它不需要去固守，对不对？打完就跑了，炸完它就跑了，对，那就没差。是不是？你只要有别人可以躲的地方，你要跟他打长期战争的地方，那美国必败。因为什么？因为韩战跟越战都打败了。韩战、越战就是你没办法，人家是躲起来，你要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全球南方的事情啊，就从这个地方演变而出来，就是说，委内瑞拉他只要不去登陆去给他做歼灭战，那么全世界反美的情绪就会开始，尤其是那些激进组织想要赶朝换代的。那这个就非常容易会引发这个火药，所以说有些事情你不能去做。周天子你就不应该乱起战端，你就是打必胜之战。没有必胜之战，你宁愿用外交去解决，你用政治去解决，你用钱去解决都可以，但是你就不能打一个你不会赢的战争，那么你会拖垮你自己，这个就是变得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理解，就是说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啊，最重要就是士兵无粮饷。你说有人他说啊，老师你这样讲错的，因为美国有拿了80亿元啊，已经给那个士兵啊，10月中的时候啊，已经拿到他们的薪饷了。但是拿到薪饷了，那联邦雇员也还没拿到啊。那接下来过几天你要11月了，11月了，特朗普说啊，他有一个爱国的一个朋友，他愿意捐1亿多美元啊，来去发这个薪饷，1亿多美元你发个球啊！
你发没有用啊，一对每个发个毛啊，那个一点毛你都不够啊，是不是？你能给哪一个军都不对啊，你就不能给那些高官而已吧？那士兵在前面卖命，那你他妈的给他吃饭，然后不给他家里活下去，人家怎么活啊？对不对？你是不能够造反的，现在造反没那么容易啊。但是这个事情对民心士气打击是很重的，我不卖命打就可以，我雷达看到看没看到不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不值班就可以了，就很多事情就变得差异到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啊，现在这个状况是美国雇员也不能上班啊，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就在于是说，美国兴起了中美贸易战，那中美贸易战这个东西啊，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百姓。那百姓里面啊，我们要知道，百姓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是什么经济问题呢？就是它的食物券的问题啊。我们从来没有讲过食物券的问题。美国食物券的东西啊，它是有领取的一个，应该算是变动性的标准。因为过去啊，你就是按照你自己哦，你自己有没有生小孩，还是你有没有工作啊，或者是说你的收入上限，还有你的资产啊，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在过去啊，你资产你可能不能一个人可能不能超过2000多块美元。银行存款不能2000多块美元啊！如果你有钱，那你就不能申请这个食物券。食物券他们给需要的人，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资源一定是发给有需要的人，不是滥发啊！这个我觉得赞成美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他严格去审核。说一个人啊，你大概就是你可能收入不到1500啊，那你可能就可以去领个食物券。那或者是你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你的那个所有的这些家庭的堆积的资产啊，不能超过3500块美元啊，这个是不错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他那个所谓的大美丽法案之后啊，那么你这个条件就变严格了啊，就是说你的存款限制变多了，也就是说你没有养小孩的，那么你一定要有工作，这个我也赞成啊。大美丽法案这个方法做得很好，你没有做过职业训练，你没有去上班，你怎么可以领食物券呢？这个也是很好。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他的每个月总收入上限是不能够超过4573元，或者每年不能超过54876美元。这是以5口之家来计算的，就是夫妻加3名未成年子女去看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目前美国在税后你要这么多的收入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的。说真的也不容易的。但是按照通膨里面，如果你算成税前啊，因为每个州的状况也会有不一样，那么它就很容易会超过会怎么样呢？你就吃不到饭，你就简单，你吃不到饭，你拿不到食物券。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说，现在美国领取食物券啊，就有一个断层。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联邦政府关门了。因为这笔钱啊，这笔补贴是由联邦政府去补贴的。那联邦政府就是特朗普的那个他们的白宫政府，联邦政府嘛，不是州政府了，是不是？所以就变成说，你这个东西联邦机构都没有上班了，你食物券发不出来了。食物券发不出来，那有多少人会挨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台面上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我们要去看到。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11月初，如果他还是没有通过预算啊，就是他的食物券叫 SNAP， 那么他就有可能真的再也发不出来你这个所谓的食物券。那么有多少人会陷入这个基本生活可能会挨饿受冻呢？那答案是可能最高基数4000万个美国人。那基本上来讲，那我们再把它算严格一点啊，其实你还可以凑合的活着的，你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的那些扣掉，你还会有几百万个低收入的家庭。我讲的是家庭，几百万个家庭，那每个家庭乘以3，你就将近1000万了。那他的基本生活，你就可能必须要挨饿才能过生活。这个可能有一些在中国抖音里面一些艺林或是那些读者文摘的读者系的，他们就可能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情。人家可是停了电之后啊，那个都会乖乖付钱的，没有零元购这件事情的一个世界啊，你怎么会让百姓会有挨饿的可能呢？对不对？挨饿如果是你个人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是会有的啊。像老师以前正在穷困的时候，我的确挨过饿，那个没什么，没钱买东西吃嘛，对不对？总要掏出来17块，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拿出来就是17块，17块能买个毛，你连关东煮都买不起，对不对？你买个茶叶蛋都还要10块钱，是不是？我上次17块，那时候茶叶蛋是8块钱啊，不一样。所以我这样17块，对不对？买了之后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了，我根本就没有收入来源，因为钱都完蛋就没有了啊，都没有了。那真是四面楚歌，还是冬天了，我都还记得，对不对？后来我怎么吃那一餐呢？就是挖到一个过期的玉米汤包，玉米浓汤汤包，对不对？还好那个我住的那个小套房，小那个雅房里面呢，还有一个电磁炉，对不对？把它煮了泡水喝，我就喝一个纯粹的浓汤，那一餐就这样过了。那隔天再去想办法嘛，想到什么办法我忘记了，后来就是想到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我忘记了，太久了。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在美国你还是必须要挨饿，而且是挨饿的人这么多，那就是非常有危险的状况。但是是不是就没有食物券，这些人就过不去呢？当然也不是也不是，他们还有所谓的创世金啊，或者喂养美国啊，还有地方的食品银行跟食物救援组织。但是它也不是说照单全收，你来的人我无论你怎么样，你只要来领我都给你。那是过去经济好的时候，你来我都给你，对不对？你只要愿意来，我也不问那么多，对不对？哪怕你开车来，你不开车来，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来，反正一定得开车来。然后你愿意来签名来去领到，那就给你。但是现在没办法，是不是？他们只能针对妇女、婴儿及儿童一些营养补充的计划，或者是学校早午餐的计划，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已经不良于行了。不良于行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送餐上门的服务。但是既然是送餐上门，代表是说它的成本非常之高，成本既然非常之高，代表它的人力一定不够，因为没有这么多钱去给这些人去送餐到上门，你只能用这些标记性的可以比较容易去处理的，他们会处理，但是没办法处理到的，你饿了还是饿了 ，hungry is hungry， 那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在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发达国家，去了还是必须挨饿，而且前2年我们讲的是英国。今年发生在美国，因为你没有食品券的问题你食品券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又衍生到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是说，那么很简单，你就让这个法案通过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不是好了吗？是不是？你让这个法案通过，你不就没有事情了吗？当然你讲是没有错，你只要联邦通过了这个所谓的预算法案了，那基本上你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了。但是问题是你怎么通过，对不对？那就说特朗普是完全执政。是不是他可以拿到51票，他就可以怎么样？我觉得他就可以去宣布是说这个预算过了，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样子，好吗？美国他现在尤其是这个参众两院关键的法案，像这个预算法案，你必须要60票，不是你51票就可以通过的，需要60票。那么共和党现在是53席，所以是说加上了他们的参议院可能多加1票，了不起54席，是不是？那么而且还不是那个决胜的时候，你也不能动用副总统的票，对不对？你说共和党53席，他能不能够去自己通过预算？不行，是不行的，他必须得到民主党的支持，这是他们的参议院的一个议事规则，对不对？那么美国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为什么没有通过呢？因为民主党认为你有那些现在所谓的平价医疗法案。你应该纳入这个预算，因为现在整个医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有该补贴的你可能没办法补贴了，那老人或用药习惯已经养成的，或者他们仰赖药物很严重的，那你现在没有给他补贴，他看不起医生，对不对？他看不起医生，那你只能痛的痛死，饿的饿死，冷的冷死，那这个是不是很糟糕？所以民主党他们认为是说要把这个平价医疗法案继续纳入补贴，但是共和党认为他必须要他自己要的钱先通过，其他的慢慢在商议为主，所以这个东西就产生了歧义，是不是？那民主党有没有错？民主党他认为是说你弱势你要去照顾，但是共和党认为弱势是弱势造成的弱势，而不是他们造成的弱势。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共和党有他的道理，因为弱势百姓那是你们造成的弱势，国家没有逼你去变成弱势吧，对不对？所有的人生路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自己决定的，那么就很简单，借用中国的话叫做个人造业个人担，对不对？够狼走呀，够狼搭。那你干嘛去叫政府帮你负担呢？对不对？你个生病看医生本来就你自己花钱，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是不是很公平很合理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共和党的看法，那也没有错，我没有说是共和党错的，共和党也没错，但是民主党他也没错，因为奥巴马这个平价医疗法案的确让一些低收入户他们有办法活下来的空间，对不对？又不像甜甜圈，是不是？去看个医生摸个背就5000多美金，对，甜甜圈王伟可能不知道，台湾人可能不太熟，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摸一下5000多块美金。哇老救命啊！摸一下5000多块美金，台湾5000块台币你也不敢收，你敢收5000多块美金？所以说有些事情就是你能不能看得起病就是一回事，而你现在没有这些 medical care 的状况之下，那么你很多东西没有补贴，那你看病就变成了一场要倾家荡产的状况。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medical care 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的商业保险也会变得昂贵，因为他们是浮动费率的，是不是？那你原来呢？他本来可能原来只需要400多块的一个那个低价医疗补贴之后只要400多块美元，那现在你失去了补贴，你可能会变成2000多块1个美元，那你怎么活下去？那是很难够活下去的。所以很多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这个财政僵局你能够轻易让它过，那你就是让特朗普他的让百姓可以陷入到一个资本的陷阱里面。我说白了吧，那资本陷阱里面。
特朗普没错，那共和党也没错，但是百姓又有多少的错呢？又有多少的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严重。那我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说吉隆坡这个事情啊，就变成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吉隆坡议事这个事情，就是变成是说，他们已经进入到内部议程了，所以明天应该就有新的一些发生，那个影响的发言出来。那能够预测的发言就是说，你10月1号的所谓的那美国对中国课征100%关税这件事情，大概也就会怎么样暂缓。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我个人的预估啊，这个会暂缓的一定就是港口费。港口费可能就推迟啊，就不收你的港口费了，两边的正常港口费去做，不然的话，你美国的船你也靠不了中国，中国船靠不了美国，那中国会亏本没有错，会亏损，这一定的，这是一定会亏损的。但是这些港口费，难道中国的卖家他不会去转嫁到你这个美国的进口商身上吗？因为你不要我就退回来啊，你不要我退回来啊，不然怎么办呢？就只能退货啊，我多付一次运费啊，不然怎么办？是不是？不然我就堆在那边去啊，你进口商就负责清关吗？是不是很多事情就变成卡在那边，对谁都不好？那么进口商如果把这个港口费的钱吞下来了，那么他是不是东西要加卖？那如果你加卖的话，那请问百姓要怎么买得起？因为会用船运的都是民生必需品，要去明白这件事情。港口为什么港口费这个事情啊会这个伤筋动骨的原因就在于是说，能用港口去运到的都是民生必需品。绝对是你立刻需要，你生活就用到的东西，食衣住行都一样，那是你必备的东西，就一定会用海运，因为降低它的成本。那你用空运的东西是你急着要的东西，而且它不是必要的，只要是空运的，它就不是必要的，是必要的它就海运。那懂老师的意思吗？你要懂了这个经济的逻辑哦。只要是空运，我再讲一次，只要是空运的就不是必要的啊，只要是海运的就是你需要的，就这么简单，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美国呢，它在中国籍的港口才会有这个港口税的问题。那么你扼杀的是什么？扼杀的是百姓的消费能力。因为我没有钱买了，我就选择不买，那我就抢着咯，对吧？零元购的咯，不然怎么办呢？不然我活不下去啊！现在美国有很多的案子专门就是讲什么呢？我没有钱，我没有食物给孩子吃饭，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那你拿这个大钱下去，你要怎么活呢？这大家也没办法活啊！你养孩子本来就是正常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那你必须去做的。所以说我预计明天会出来，所以大概就针对于那个所谓的税率啊推迟，然后呢，你那个所谓的这个港口税啊，大家退一步，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暂时性的协议。但是你说要让中国去做解开那个所谓的稀土的这个放行，或者是说呢，其他关于医药产品原料的掌握，把它放开，那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除非美国要放更多的力给中国，中国才会对等的把它放回去。啊，当然这两边呢，没有人去说中国是说他特别去管制医疗商品的医疗原物料，比如说青霉素这些东西的出口啊，他也没有这么说，只是说我要严格的去公平的去审视这个出口的来源跟目标。你不是说我卖毒品吗？卖芬太尼吗？那么一定是我审核不够严。那既然不是我审核我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加紧审核，我要避免这些原料里面青霉素里面有没有放芬太尼。那他也可以这么讲啊，是不是？他这不是我乱讲的啦，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好不好？他就可以严格去审，你怎么找他毛病找不出来？因为我们按条例一批一批的审，逐批而审。逐批而审是什么？你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卖个200公斤的也是一批，2万吨的也是一批，那你到底是慢慢审还是快审？那就没有数量的依据，我就逐批审验，要命的，你知道？逐批这2个字会要你命的。那这2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要人命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中国跟你打官样文章啊，因为我已经不怕制裁了，有本事你玩到底吧，对不对？你玩到底，你加个500%，对我也没有影响，因为之前就讲过，涨超过43%，那基本上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样竞争力了，没有竞争力，你后来加100%也是没有用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这件意思。中国跟美国现在的差别就在于是说，中国因为第一次你没有把它打死。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没把中国弄死，所以说他后来就要弄死你了，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有这个样子要对我，那我现在大豆我可以到各个国家去做，好，更多元化进口，对不对？像巴西坐地起价，立刻涨价，涨得比美国还要贵，那中国怎么样？全部给你 cancel 单子，全部 cancel 单子去哪里呢？跑去跟阿根廷买，阿根廷会不会给你就地涨价？他不敢。我说白了，巴西可能敢，可阿根廷肯定不敢，因为巴西的大豆出口商是美国人。巴西的出口商大多数是美国人，但是呢，那个阿根廷的那是米雷伊下达的指令是说，他那个免出口税，对不对？所以说一个是国家担保，而我这免出口税，是不是？那我要改变这个政策，我得先跟你沟通，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他妈阿根廷已经完蛋了。我们还没有完蛋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给他这2年一直不断的注资进去，
注什么资？我给你设备，你拿牛肉来换。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拿真金白银给你换大豆。那现在巴西不搞了，那你阿根廷要不要接？米雷肯定接啊！不要说他的政策多厉害，他政策就算是一坨屎，他今天也可以复活过来。为什么？中国给他钱嘛，有钱就是有钱的进来，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几年中国搞出来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变成是说，你只要是做大宗物资的，基本上都要改用人民币。大宗物资用人民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中国的商品，我需要中国的商品，我就需要人民币，这是不是很简单的意思？我要跟中国做生意，我最好就是要人民币。但中国的商人也需要人民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汇率的影响，你跟我谈这个交易，过去可能$1000，但是我现在给你收7000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但是用人民币更好，因为它没有汇差的风险，我拿到就是我实拿的，我没有是说我今天汇回来之后要看那个汇率表，不用。我拿到就是我实拿的，我必须拿这个钱，你换好之后给我。那你怎么换好之后给我？就很简单，你国家自己的国家，你必须要外汇储备，那么你互相交易的时候，你才能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现在在整个贸易市场里面就出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宗物资就要人民币。那这个就改写了一个什么市场？改写了你在美国以外或是欧美以外的地方，你的物价会比较稳定。所以你要看整个的一个世界的版图啊，你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去看。如果今天美国跟巴西会找这个跳，他们已经产生了这些贸易纠葛，那么其他人看到就会越来越听话。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得罪中国，他立刻就会 cancel 在订单，没有人可以跟中国拿枪，因为中国是同一个货品多管道进口，就像石油，其实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去跟委内瑞拉，或者也不需要跟那个伊朗买石油，他只要跟俄罗斯买，俄罗斯是绝对100%可以满足中国所有的能源需求，所有的不用怀疑。一个俄罗斯可以满足所有中国的能源需求，没有问题。他就算抽到骨髓里，都会抽出来给中国用，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只跟俄罗斯买15%到20%呢？就很简单，因为它要多元进口。我这边跟伊朗买，我这边去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我这边跟俄罗斯买，我这边再跟那个斯坦国买，中亚地方去买，我到处去买石油。那么有个地方不乖了，那其他人就说：“那我来，你跟我买，对不对？”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一个状态。我有钱，谁要跟我竞标，那是不是就可以谈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变成你如果能源也是这个状况，你的原物料也是这个状况，那么中国再去采购的时候，它就有充分的跟你议价的权利，议什么价？人民币计价，而不是以多少钱的问题了，你必须拿我的钱买我的东西，跟美国玩的其实差不多，拿我的钱买我的东西，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商议。那是不是这个整个的贸易结构跟它的一个稳定度就提高了？那这对全世界来讲，你只要没有让美元去干涉到大宗物资的时候，各个国家的物价就会相对的稳定。因为我跟中国做这些大宗物资的买卖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样的波动，我就没什么会涨价，一定会有，都会涨价，油价也会影响，还有你的地缘政治会影响，对不对？还有中国经济也会影响，但是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个币种。那么这个时候就很简单的，大宗物资只要稳定的，那个国家跟中国做越多生意，它就越稳定。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你要多角化去看，而不是只看说单一的是说，中国美国打这么严重，那我们该怎么办？不是，要看整个世界的人他怎么应对这样子的这个发展，好吗？好，看各位什么问题哈？今天梦见一个梦见我早上醒来后，街上都是解放军。哇哦！窗户跟你打招呼，我告诉你，窗户跟你打招呼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你住在20楼，然后在窗户跟你打招呼，那你就要吓一跳了，好不好？你就吓一跳了。那当然懂了意思哈。中华文化良心跟智慧哈，谢谢。国民党不灭，台湾没有未来；民进党不灭，我也是国民党不灭，都可以的，都可以，我觉得没什么差。风向在变呢，亲中援美是大势所趋，那个是我告诉你啦，都永远不要相信你认为身边人所讲的话，尤其在台湾，你要知道我们身处一个信息茧房之中我们在信息茧房，所以说我们能够传回来的最多就是这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对不对？这个可能传得回来，但其他的呢，在那个像那个什么福建那些东部战区大演习呢，台湾新闻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中国把光复节变成台湾光复节变成他们法定假日，你看得到多少？看不到多少，你看不到多少。信息茧房，就连你刷 YouTube， 他都不会让你轻易的看到，除非你都一直关心着外界的新闻，不然信息茧房把你牢牢的锁住。
无论你是用 Facebook、Instagram、Chat、YouTube 任何一切，你细心检方把你包得紧紧的，包得紧紧的，所以说你会让你觉得是说很多人都跟你一模一样，你们想的都是一样的，这是大势所趋。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党派的人他也认为，他们的想法才是大势所趋，对不对？像我必须要去特别的去开一个账号去看，我才能看到什么大差园，对不对？新差人是不是？对不对？还有什么自由插弯，对不对？很多东西我必须换个账号才看得到，但是我自己的账号我看不看得到？我看不到。我可以看到美国谈判最新的状况，我可以看到哪个缅甸的那个地方去炸那个 KK 园区，对不对？我看到这些，但是我看不到另外一个颜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信息茧房，所以我必须突破它才有办法。说不要觉得是说台湾所有趋势这个地方，那是他们让你觉得趋势会陷入到一个什么？陷入到一个那个什么出面的状况。对不对？就是那个美国电影那个金凯瑞演的那个东西，就会有出面的状况就变成一个乌托邦你自己想的是这样的，好吗？休克疗法就外境涌入才有效，没有错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是说有外部资金涌入，不然是没有办法，好吗？龙盖森，然后团长发起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个东西是不错的那这个响应男那个是各自的去做那个我也不能说什么，好吗？美放手陆坚持台湾回归境呢，这个会有这个会有。用 B3 用抖音，你还是看到他们的爱国情操其实都是被洗的都是会洗的。我跟你讲，真的啦，都是被洗。就是你去抖音，你也看不到所有东西啦，就很简单的他们有些那个东部战区发表的状况之下，我打开聊天列表，跟我的那个大陆的学生，他们打开聊天列表看到那是不一样的。我看到就是中国台湾在 IP 的去那边去回应聊天，对不对？但是他看到的是都没有台湾人在回应，罗老师意思吗？这个是会有一个茧房，在任何地方都有信息茧房的状况，所以就必须你自己打开的多元的视角，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数据多角化，不然的话你都是被那个洗住的啦。我跟你讲真，大陆也是一样，小红书一样，那什么都一样，你只要你自己的跟你内地的同的 IP 去打开同一个视频，你看到讨论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中国政府也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做了什么？他去罚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就专门做洗茧房的，所以说就变成是说他罚了他之后现在才能慢慢的去开放，好不好？这个是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看，就是说，那既然这个状况中国他去做这个医疗的问题，去把它做了，让美国现在医药问题占了很大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川普之前也有去想，是说他是不是要去课征来自中国的医药的高额关税？那下面的人纷纷响应说，你不要再干这些蠢事了，因为他们的很多原物料来源本来就是来自于中国，你中国提供的是原物料而不是成品。那有人就跟老师说过一件事，老师，那美国为什么不找印度呢？对不对？你现在跟印度释放善意，我大量进口印度的成药，或者跟他进口这些相关的制品、半成品，我再来美国做就好了。我为什么经过中国呢？因为中印本身的环境不好，他们的本身就是世仇，对不对？为什么是世仇呢？因为中有这个中印战争，差点打到新德里，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对印度来讲中国是亲门踏户的人那个中国看日本人是亲门踏户，那呢印度看中国人也是亲门踏户，都一样啦。战争没有谁是正义的啦，讲那些都是多的啦。那个爱国主义状况的光环已经去掉战争哪有是正义的？没有正义的啦，好吗？那个没有人是正义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不去跟印度去买？就很简单，印度不是不想卖，我能够卖。我就一定卖给你，对不对？有钱挣的事情，印度人还会少去做吗？当然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印度的成药的原物料来源还是从中国来的，懂老师意思吗？中国在这盘大棋的用意是，它掌握的是原物料跟低阶的制品、中低阶的制品，让你必须要，而且你没有我也不行。所以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就是因为来自于越南、中国还有泰国的这些所谓的低价廉价劳动力所以说他们就放弃这些低端的工作，放到亚洲去，让他们大量生产，然后他们用极低的钱把它买回去带着他们自己国家去销售。所以说他们就只要专心做这个高端的事情就好，比如说研发还有软体部分，还有高科技部分，那他们专门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些金融媒体的状况由他们去做该说不说，这个东西的确是欧美做的很棒，而且是真的是你的一个工艺非常的理想。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哪天你一翻脸了，你低阶的你已经不会做了，对不对？你低阶的已经不会做了，那么你要怎么样去维持你高阶的状态呢？
所以说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现在欧美国家，你想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产业链搬回来，你搬不回来。有人就跟老师讲，老师怎么会搬不回来呢？对不对？你等到贵就卖不出去吗？是不是？我们只要怎样啊，然后把这个物价稍微去控制一下，大家还是可以爱用国货的嘛。那他是美国人，那是没有错的，美国华人啊，他就是有差。因为能够10块钱买到的东西，我为什么花70块去买？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用10块钱可以买到东西，为什么我花70块？你给我一个理由，一模一样的东西，我10块钱可以买到的，你愿意花70块去买？我觉得你愿意，因为你有爱国情操，美国是你家，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支持国货，本来就不是价格的问题，这个是事实哈。支持国货不是只有价格的问题，还有你心中的这个价值的问题。说价格跟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即使这一样东西你卖70块，你还愿意去买，这个是你对国家认同的一个价值。但是前提就是你身上有7000块，你就愿意花70块的钱去买这个东西。如果你身上只剩100块，那么一样的东西我10块钱可以搞定，那么我会花70块去买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只要买这个爱国情操之后，我孩子就没有午餐吃，那么我会不会做这件事情？不会。所以你要考量到的是大众在消费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生活得起，你才能够去决定你这个物价跟你的制造的成本能不能成正比。那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印度做的药虽然很便宜，但是它的原物料是掌握到中国身上。那既然掌握到中国身上，美国有没有可能把它发展回去？可以，因为它本来就是低端的。走不到我们大一圈，美国它本来就可以把工业、医药产业所有东西拉回去美国去做，包含了它造船业也可以拉回去做。绝对没问题 ，100% no problem， 没有问题，先生，对，他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不是在技术，而是第一个，你要投入很多钱，因为你现在通膨很高，你要花很多钱，你才能做到一样的事情。这也没关系，为了民族大义，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所以说，不只是共产党可以做。美国也要做这些事情，英国要做这些事情，意大利也要做这些事情，没有问题，肯定是可以这么做的。花多久时间？5到10年。你要花过去10倍的代价，然后再花5到10年的时间，把这些工业产品拉回来自己做，那就可以。那就可以。那可不可以真的达到？可以达到。我说真的，可以达到了。美国一定可以突破稀土的限制，它5年之内，它一定可以突破稀土的精炼限制，因为毕竟啊，我们好说不说。美国它还是有一些高端学府，还有这些研发人才，是不是？至少他们还有资本主义，对不对？他一定可以在5年之内把稀土的问题给它攻克，绝对没有问题。这我跟各位可以这么讲，绝对没有问题。中国没有办法把握这些稀土的优势，把握太多年，不可能，因为你会被人家勒脖子之后，你会自己想办法提升。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人才之多啊，对不对？他们高等教育、高等的这些学识这么的多，他怎么会做不出来呢？人家可是上过月球的啊，怎么会做不出来稀土的精炼呢？一定做得出来，给他时间就可以。那问题是就是时间，钱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时间。时间你只要晚了5年，那你就等于给中国多了5年的发展。那这里面就像小学老师、国中老师讲，一个人浪费5分钟，那50个人就浪费250分钟，这个好像很夸张，对不对？实际上学生都不同意，明明就只有5分钟，为什么会250分钟？实际上如果放在国际竞争上面，你只要晚了5年，你就跟他相差了10年，有10年的时间足够让中国各方面在反超更多的境界，那这个10年该不该花？我问你，该不该花？你只要专注低端产品5年，它就可以在高科技上面赢你5年。对，它这就要5年的时间，是不是？那它就可以弥补这个代差。请问你做还是不做？他说我不可以两边同时发展吗？不行，我说真的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就必须花更多的成本去研发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地方高科技你就研发不出来。就像现在我们看到很现实的案例，美国他为了要去发这个薪水，所以说他把高科技研发的预算拿去挪去发到这个退伍那个什么士兵的薪水，那你是不是就得挪用？所以说低端的跟高端能不能你两头并进一起研发？答案是不行，因为钱就是这么多，钱就这么多。我又不能在经济好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吗？可以，但是你没做啊。经济好的时候，谁会去想到低端的事情呢？没有人啊，对不对？就像台湾30-40年前，当老师就穷鬼，对不对？
然后呢，换到前20年当老师的人就是很稳定，换到20年现在当老师的，你可能买不起房子，是不是这样变？就会有这样变，很多事情就是你远期的怎么去看，你近期的是怎么样收获，你还有你中期能不能扛得过去，那是不是就是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印度它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中美对抗之间，它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它只能得到什么东西呢？得到2个国家在斗的时候，没有人去针对印度。那就变成他自己可以独自升级发展的空间。我一方面我可以迎合美国啊，跟你维持良好的关系，跟你争取比较低的关税，甚至呢，我可以给你一些特别的贸易协定。但是俄罗斯的油我是一滴都不能省，这就是印度现在的角色。聪明、有政治智慧的国家就要像印度。对，我一方面跟你美国交好，一方面俄罗斯油我也不会少买，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会跟中国撕破脸。这才是一个大国该有的态度。虽然印度可能不是很干净，对不对？有轻度、中度跟印度，是不是？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它的政治哲学之厉害，厉害到难以想象。而且印度第2厉害是什么呢？输出移民，他把他的移民力度大量的往外去推，推到加拿大，推到澳洲，推到美国，推到英国，对不对？推到英国还变首相，对不对？苏纳克是那印度人，对不对？他老婆还是也是印度人。是不是？那推到欧洲，对不对？现在要推到日本去，是不是？他推到中国啊，推不进去，因为中国并不是移民国家哦，你要移民很难，真的是不容易。你想去非法打工，你也不容易，因为中国的那个脸型太一致了，你知道吗？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中国人，那警察查你不是门门当当的吗？而且中国还有天网，对不对？到处都是摄像头，是不是？你一个外国人在这边，他扫不出来你是逾期居留的，我告诉你就被抓起来了。所以说，印度人渗入不了中国，因为你非法打工。一下就抓到，你出去买一个外卖，你可能就被抓到；吃个烤串，你会被抓到。你不要说吃烤串了，你就光出去上班，走出你的宿舍，你就被拍到，拍到你就可以抓你了。因为天网就这样。所以说呢，之前有那个说谣传啊，是从广州有些遣返了40几个印度人，对不对？这个就是谣言。当时我看到就觉得你胡扯，印度人要去国外打工，他也不会选中国，他不会选中国的，因为中国平均的待遇没有这么高。高他们2、3倍而已，那也没有必要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到美国去，那就是10倍、20倍，甚至30倍的收入，他为什么不去？中国去美国那也不过7倍的收入，对不对？但是你印度过去就10倍起跳，那当然去啊，所以当然去啊，所以他不会选中国，说中国也不构成吸引印度人的要件，这个就是最大问题。而且中国抓那个非法移民比抓贼还容易，好吧？这个就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好吗？这对美国有利哈，不然就是我不这样讲哈。来，中国比较认真遵守条约，因为信用建立不易。中国遵守条约是因为他不遵守的话，别人也可以不遵守。说现在啊，中国为什么尊重智慧财产权？原因就很简单，他自己的智慧财产权是世界独一份的。所以说，他如果不遵守，那别人在其他国家也可以不遵守他的商标啊、专利啊、外观啊，他都可以去模仿，对不对？那这个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好吗？两岸统一来临时，美国在台协会入了国台办会怎么办？撤边吗？国台办不会撤边啊，国台办你不了解国台办的一个地位在国台办它不会撤边，它对台湾的专口单位，所以台湾就算统一了啊，它也是特区。台湾统一之后，台湾是特区了。我说白了啦，这个讲起来可能有一点人家说我媚共，没有，台湾就算被统一了，它也是特区，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他们那一套搬来台湾来放。就很简单，劳保健保这2件事情你就搞不定。劳保健保这个坑怎么调，你搞不定。它可以注资进来，但是它没有办法管理这个东西，这个系统性的东西啊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所以就只能变成是说，它可能在那关渡啊或者几个重要的地方驻军，那驻军百姓一般也不会去外出离营用走香港的模式香港那个关口有驻军。那其他的百姓，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啊，基本上还是过我们的，只是我们的媒体可能乖一点吧，媒体可能没有那么讲那么多很奇怪的话，什么啦，那可能就没了吧，对不对？可能就这样，好吗？意思逻辑，那中方制成晶片很快就会突破。中方我相信它大概率是已经突破，只是它能不能量产的问题。因为现在他们的能力是可以做到3奈米，但是做3奈米没个毛用，你知道吗？做3奈米没毛用，是因为它良率如果不能达到9成5，那么它这个制程能够达到也没用。你良率才是重点，因为你的良率等于你自己的毛利在哪个地方，所以你良率一定要高，你至少90%吧，90%都已经抵不上台积电了，对不对？良率至少90%以上才告诉我说你技术攻克了，这才叫攻克。你没有去
打破它的良率啊，那你就只能做手搓，对不对？那你可以做手搓，慢慢折叠，对不对？你这个一天可以做出1片晶圆，但是人家是一次要几千片出来的，不是一次1片，好吗？那你一次做了1片，那你功课了，那没有用啊，你自嗨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说在抖音上面很多自嗨就是怎么样了？可以做到3奈米，对，3奈米能做啊，是不是？但是你动作很慢啊，一片你可能花了几个小时到1天的时间，那你搞个毛啊？人家是几万片在干的，你他妈1、2片个屁用，对不对？那是不行的。说功课的意思在于是说我可以量产化，那才叫功课。没有量产化啊，那你就只是在研发过程，你还没有成功。但是我相信成功几率很高的，我相信只要突破这个状况啊，是很快的，好吗？那个是很快的事情，3年吧，我觉得3年两边的这个科技会到达平衡。各位你要想的一件事，我们到此时此刻，老师做个结尾，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在台湾，就在今天2025年的10月26号的晚上10点05分，在过去的10个月又25天之前，1月1号，我们发现了啊，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划时代的东西，就是 DeepSeek 8个月之前。过年的时候是8个月，那个时候出现 DeepSeek， 掀翻了整个 AI 市场。到现在为止，此时此刻才经过了8个月，短短的8个月 ，AI 进步成什么样子？今年这1年简直是脱胎换骨，又脱胎换骨，再次脱胎换骨。连我这样的一个算命的，我给各位的影片里面，我都可以做出来什么 AI 动画。各位看的有些我是有做的，好不好？很久没看我节目了，你就看一下，不是看直播，好不好？我这个人，我这个老头，我都可以做出 AI 动画了。那更别说金靖老师了，他做出来已经变电影了，对不对？他的学生做出来就变电影了，我做出来还有动画，他做出来变电影了，是不是？8个月的时间，我都可以做到，我一个算命的都可以做到。请问一下，你知道这个世界发展多快吗？那么你再让这些 AI，让中国的电更加的充足，这些 AI 再给它发展1年。明年的此时此刻，明年的10月26，我告诉各位，我敢跟你说，你整个 AI 都会侵入人的生活。今年我们年初我们在中国的春晚上面看到丢手绢，到现在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会打功夫了，翻跟斗了，翻跟斗还可以做出招式来了。中国可以，美国也可以了。之前还在丢手绢，对不对？我觉得好稀奇啊，好棒哦！你现在可以保持平衡了，不跌倒。人家现在已经可以翻跟斗跳舞了，打功夫了，你说这个厉不厉害？就这么厉害。你说跟我讲3年，各位，你不要把你过去30年的想法认为都是这样的进展，科技是慢慢演变的。今年就给大家看到，它是跳跃式的，它是一个飞跃式的演变，飞跃式的演变。我跟你讲，真的，那个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好吗？好，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没讲到？我稍微看一下哈，忘记了。我说真的，最后的乌克兰的事情我们就不理他了吧。乌克兰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稍微去对比一下。乌克兰啊，泽伦斯基这次到美国去啊，被川普去骂踢出来说，你为什么不割让顿巴斯的土地给俄罗斯？这个事不就结了吗？你现在早点割，你比晚割还来得好。这话是不现实？现实。特朗普他的眼界是非常准的。你现在把顿巴斯去割给俄罗斯，俄罗斯他也只能忍痛吞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拿到更多。但是如果说今天俄罗斯他说啊，你既然乌克兰愿意割，那我也不能不说，我不接受吧，对不对？就是你得接受啊，是不是？顿巴斯以这个以东的地方都变成俄罗斯的，可不可能？这是可能的。那也可以结束战争，对不对？但是泽伦斯基不同意啊，因为他只要做这些事情，他就变成千古骂名了，对不对？丧权辱国，还丢失国土，这个事情他要交出总统那一刻，他可能就没命了。当下就有命，你也被人家追骂一辈子，你的生生世世子子孙孙都被人家骂到透头，对不对？说泽连斯基不愿意，但是呢，你说你给我战俘就可以了，我现在给你豆腐也没用啊，不要说战俘，给你豆腐也没用啊，是不是？人家打到你门口来了，你还不愿意放，还想人家打回去？几颗战俘能改变战局吗？人家有海燕，海燕是什么？核动力的导弹，就飞了全世界，不用掉下来都可以，它可以飞个150天，你他妈拿它没办法。是不是？你等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要跟他打什么？你能跟他打吗？不能跟他打。那么他这泽连斯基出来只跟他讲，那我借你一个场地开一个记者会，结果也不行。白宫的草皮也不能给他开记者会，到哪里开？白宫以外路边去开，自己搬张桌子来开个记者会。一国之尊沦落至此，就很简单。乌克兰他现在都可以一个正式的国家，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国家，尚且如此，他都必须被逼的去割地去赔款。
你更何况台湾，更何况台湾，你要去了解这件事情，大势所趋的状况之下，我们只能够去理解这个势在哪里。我们身为老百姓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而不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抗，抵抗个毛，抵抗个毛，你怎么样的去抵抗呢？就像导师之前讲过了一个什么伊斯兰谚语什么，就是一双脚再有力，你也不能撼动土地，对不对？这是伊斯兰的那个民俗名谚，是不是？你没办法去抵抗他的，是不是？你嘴巴再能喝，你喝得了一个海洋吗？喝不了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顾好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信贷什么债的先消灭掉，然后呢，不要去消费。那你有多余的投资的房子，尽快的把它出手。我能够跟你讲就是这样，不要说这个以后养老，我告诉你，你养老会不会在屋顶40年的房子养老？你会不会做这些事情 ？Look at my eyes， 会不会？你在个屋顶40-50年的房子里面去养老，你愿意吗？你上面前后面左边右边的，你觉得搬走了，因为围楼太旧了，没人要住，对不对？这房子在那个万里很多，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去搬去万里住？房子又便宜，对不对？为什么不去？你说我养老嘛，养老当然就不需要太好的房子，对不对？40-50年房子如果你不住，那么你卖给谁呢？未来的人他选择那么多，他为什么要买你的？那你缴了40年的房贷、30年的房贷，该怎么办呢？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过几年再卖，新青安那些人利息缴完了，他妈他要到市场，他也要跟你抢着卖。新青安的5年的利息钱，对不对？他可能2年之后就开始卖了，今年第1年，然后明年再卖，你以为卖房子跟卖青菜一样啊？摆出来，哎 ，loke， 来，然后你就可以怎样就卖掉？不行，你降价都没人买。那你现在卖，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脱手？你再晚点卖，我告诉你，新青安的人过2年他卖了，你拿他没办法。我跟你讲真的，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感谢各位的赞助啊！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感谢 David 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哦。那下周老师来继续更新我们的一个视频。老师最近啊是有点忙，不好意思哦。那个更新速度本来应该很快，但是因为我在做一件大家伙的事情哦，我现在做到我牙齿都痛，然后那个手也肿起来。其实我现在手是肿的，那个一直按键盘，然后那个整个手骨头这边是发炎的。那没办法，因为每天睡觉时间不多，牙齿也很痛。看了很亢奋的，这有直播教会大家，我都会鼓足精神。事实上，我现在身体的状况很多，因为一定要把这件事干完。我这次干完，对大家一定会有好处。那明天到晚上12点为止啊，是我们的这个秋季补运法会啊，你一定要去报名。那因为过12点了，我一定要把它关掉，因为忘记关了，所以很多的新的报名表我要处理。那后天就开始开办了，所以说我一定得要关闭，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大家看一下广告，我留个广告而已，好不好？留个广告，各位看完可以离开了，我留个广告而已。万年历各位记得把它那个去把它 bookmark 一下哈，因为那个 Google 还在审啊，那个 Google 审的会比较久一点。那那个一般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 iOS 哦，这个我可能比较有点障碍，因为他一直审不过，他觉得我这个他们没办法赚钱啊，这个免费的东西他们不大愿意去，很多技术性的考量，他一直不让我过，不然就要让我交一个原始码。那个原始码怎么交啊？我要放在数据库里面，我怎么交啊？所以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尽量先用网页版。那我知道那个所谓的 iPhone 哦，它会在礼拜天的地方哦，它会被卡住哈，这个东西我会去克服，好吗？因为它那个所有的那个荧幕啊，我尽量把它可以自动调，但是有些地方没有调好的，那我会再处理啊。感谢各位。